我们从 MCO 开始嘛，就是当 when everyone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移植的重要性。我们的 sales 从一个月几十千慢慢变100千、200-300千。当你去到最巅峰的时候哦 which 你开始觉得很多东西哦，我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overconfident 很多东西你就会开始做错，可能你会跌到很惨哦。因为我就是一个 example 了，巅峰的时候 reach 到8位数，那很有钱嘛，然后就以为这样子发展一定是对的，撞到墙壁了。中庸之道啊，周润发讲一句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你去到太高的时候，你要记得拉你下来；当你去到最低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推你上来。有几个老行业了，年轻时候以为他们只是卖椅子吧 ，then you slowly realize actually 不只是卖椅子那么简单。Same goes to other business. There's always a thing you have to stand up, like what you're famous for.But behind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that what really sustain you and give you profit. 以前就是从最穷那一个做一些东西，是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可能做到。所以我相信 when you have a dream, right, you just have to make it. 让清洁更高效，就用 Dreamy。强力洗地机让地面焕然一新，智能扫拖机器人轻松打理全屋，无线吸尘器随手清洁每个角落。Dreamy 用创新科技让家务更简单。欢迎来到今天节目 ，Ben，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Ben， 我是 founder of AutoSeat。Basically， 我们专业在做 ergonomic chairs 人体工学椅。那么 Ben，AutoSeat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AutoSeat 是在如果是说我自己开始的话是2018年开始啦，但是我们正式注册是2019年了。2019到现在大概7-8年那样了。到7-8年。如果是说自己开始进入这行业是17岁了，17岁做到现在了，现在28，都差不多11年了。那么 Ben 目前来说 ，AutoSeat 的规模大概是怎样呢？AutoSeat 的规模我现在是在7位数这样啦。我们 target to hit 8位数。那其实你的背景是怎样呢？你说你17岁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你的背景你是富二代吗？没有了，我是从一个很穷的家庭出来了。以前穷嘛，没有办法，17岁就要出来跟爸爸去厂做工所以做的工也是关于这种人体工学椅的厂了。所以从 A to Z 做上来，所以都蛮有经验了。就钉椅子车布这些东西从底做到上来，所以我们才会有信心知道椅子的重要性，从哪里开始去做到尾那一边。因为椅子嘛，表面是只是说椅子，但是它里面它有很多零件，所以其实明白每一个零件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刚才你是说你其实17岁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进入一个做椅子的工厂去打工去学习了，从低做起，然后到你21岁开始自己创办自己的公司。对，那时还真的是很小我还记得我自己去开，我记得有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website platform 所以我自己去 design 那些东西，全部东西自己做完了。然后那时我也是差不多刚读完 diploma， 我就 try 去做一些 full time 去赚一点钱，去有一点资本去 start 到这个了。反正去也 start 到很不对了，也亏完就起来的时候又回去零的一个状况，所以都蛮难下的那一段时间。OK， 等一下我们聊一下那个过程。可以可以。其实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创办 AutoSeat？ 你是看到什么痛点？我看到就是当时的我的时候我是看到没有一个公司是专来卖economic 就是人体工学椅这东西。其实这人体工学是很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每天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每天做的就是那种木椅子maybe 那种椅子，就像那种海绵，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会扁那种所以做久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那个 posture 跟我们的背后都不是很好，本身也做得很不舒服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了，所以当我们start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资本去 promote 这个重要性，所以也起步起得很慢了。那个时候你们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很少罢了。那时我自己每个月赚 full time 工，可能在2000多块，做了3个月才6000块。所以几个礼拜里面就烧完了，又回去领了。所以 I think 17岁到21岁的时候，那段时间就一直在领，有赚那些钱领，有赚那些钱在领，因为要冲的墙壁，因为家里出身也不是有做生意的背景嘛，没有 advice 什么，所以很多东西要自己创墙壁，到今天也是一直在创墙壁在学的。刚才你讲说烧完了第一笔资金，这样重新再来过呢？ What we do right， 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钱去做 marketing， like in social 这种也没有钱赚的，也没有钱去打广告，所以 what we do right， 我们是在 Shopee Lazada
这样去卖所以也是赚很少了，一张椅子赚10-20块，是一个很小事情，慢慢来，一直存然后自己也就去外面去做 part time 工那种你都在 mall 里面做我们建台式或者是帮人家搬东西那种蛮基本的 part time work 啦，慢慢做上来了，一点一点钱这样存起来，这样 try 一直这样 try 到今天了。那么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你的业绩sales 在什么时候开始起飞呢？其实也没有说在哪一个特定年从好像100千去到1 million 这样子讲啦，我们也没有了。可能 let's say 我们从 MCO 开始嘛，就是当 when everyone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知道意义的重要性。所以 I think 我们的 sales 从蛮低开始，I think 从一个月几十千慢慢变100千，然后下个月可能110多千，然后第2年就可能200-300千，第3年可能400-500千这样子。所以它是 gradually 慢慢它是 gradually 上我们没有来一步登天。可是老实说，我们这个人体工学椅的椅子在这个 market 说实话也不是很大，你要想要赚的钱其实也不是很多了真正最大的 market 还是现在是那种gaming椅子那种会比较吃香。那么Odyssey 的椅子来说，你们 Ergoshare 你们那个人体工学椅嘛，和市场上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OK， 如果我们是说，如果你对人体工学没有讲究，你现在随便找一个地方做，或找一个东西说 I think any brands is okay for you 啦 as long as you like it。but 如果你是说讲究来话呢，我们是说，那些我们说手工就好了，我们先不要去说我们用什么帕就好了，手工。因为扯那个布的那个手工是不是你要扯到够对你才可以把那个网塞进去那个框里面，它也不会这样跌出来。因为有些人他们车工他们要省工嘛，他们就扣了一层那个网，所以它就很薄，做久了可能你会扁进去maybe 可能还会裂出来会有这样的问题可能还会比较粗它的 texture， 因为它扣了一层嘛就是说这边手工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做网椅子嘛，我们把全部压力放在那个座位上面，是很挑战手工的。其实不单只是 material 那么简单，这就是很多人就觉得Odyssey 卖得很好卖，我也想要去卖，他们就去中国。你去中国大把了，慢慢去找吧。问题是你的手工跟你的就是 material 用到会好过我们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他们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便宜，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很多东西偷工减料。所以可能好像布其中一个然后可能就是就那个 material 就是我们注射就好像我们注射是需要用aluminium 啦，就是100% aluminium 的那个 material liquid 去来注射出来，把中国人他们不要，他们可能注射80 to 90%， 他们甚至他们放 cement 进去所以为什么他们的铁会断所以也是 same back goes to 他们的 construction， 他们会有什么东西，他们全部东西刚刚好到合格，因为他们全部是通过质料就做出来 same goes to 椅子。所以如果他们做的东西跟我们 material 一模一样了，1对1，然后加买他们的运输费，这只是 cost of the goods 可能是相差我们不多罢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样东西你要算的就是那个 warranty， 因为我们里面很多零件就好像车这样，你坏了谁去给人递，就好像说我们都已经是听到很不少了，让美国的牌子啦，我不要说是谁了，他们warranty是10年、12年、15年那些。问题是坏了，没有人会去帮你做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帮几个就是我们老国，其实我们也不想做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很多工的问题，我们也怕那个 parts not compatible。but 老顾客嘛，就帮忙他下去service去换一换了。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也想不到问题，是便宜吗？我适合现在买。把之后出了问题谁去帮你解决，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没有去想到。就是他写的 warranty 可能很差。对 warranty 谁都可以讲的东西，对，你也可以讲我有15年吧，问题是你真的是可以给到没有，这是一个 question 我们有warehouse， 因为我们有厂，然后我们有个 warehouse 是专做我们的那种retail stocking跟那种post service 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地组成一个 team 是否专做这个 service， 所以我们卖的东西不单只是一个东西，把一个 after sales 给你，你不会突然间说这个东西坏了真的是没有就是没有的去解决，你要去买个新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专做的东西就是可以耐久真的是可以帮你 repair 的，我们都会帮你 repair 的，包括那个 service 上面的。那么除了椅子来说，你们也是有做那种整套 office solution 对，其实现在是我们蛮专做的东西了，所以表面上是只是说一个椅子罢了，其实我们也是有做别的东西了。我相信全部生意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说嘛赚钱容易，
理财是最难的东西。So when every stage in the business, right， 它有一个 point 的 like 你做到let's say 我们那个 point right， 它是已经到了，然后会到另外一个 point， 可能还会慢慢会drop due to like maybe economy circumstances or maybe competition 进来things like that， 会很多东西因素，所以会一直在上下下。所以 I think to 理这个财不单只是理钱，就是理这一个 business from keep sustaining right is 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好像我们是做 one stop office solution， 不单只是做一种，没有做那种 workstations 我们最近比较专业就是那种 solid bootworks 这些东西咯。所以移植是你的一个切入点，同时移植可以带你到一个 level， 你要去下一个 level 的话，可能就要 expand 不同的 solution。对 I think same goes to 全部生意啦，都是要做这样子的东西啦。然后现在你们的销售渠道来说是以 online 为主吗，还是怎样呢？没有了自从这个 MCO 没有了过后是 offline 为主了。offline 为主。online 是一个 presence 罢了，到最后他们也是要过来 try， 因为我们这东西是很 physical touch 的东西，要 feel 一下，一定要去 feel 这些东西。But 同时 physical 又不能太 physical，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现在就是行情蛮变了，越多 physical store 你的压力越大，你越难 sustain， so try to balance out both 啦，这是蛮难的。以前是说有店好赚，现在是说没有店没有成本好赚，所以要 balance these two things 啦。然后 physical store 来说，你们目前有几间店？So far 我们有3间店一间在 Penang which is Island 在那边，然后一间在 KL， 一间在 BJ 啦。把我们的 HQ 现在是在 BJ 啦。不然我们聊一聊一些创业建议可以。在你创业开始的时候初期有踩过这样一些坑吗？多了，踩过很多了。我 let's say 一个 example 啦 ，I think back to before MCO 的时候 ，I think that time where 那种 social content 的东西还不是很 famous 的，我没有错的话so 很多东西还在很physical store 的时候的那个时代。OK， 好像你还记得 Aeon 他们会在那种放 banner 然后大力打广告以前的那一代是这样子的 before MCO， 现在是 like everything is about social media already 了。Back to those days 我是很相信 social media， 我要 try to 做 but 没有这样子的 availability。 So let's say 我只是说 product shooting 都好了，可能现在一个 product shooting I think is about I don't know like 50 ringgit I think the cheapest like standard price 是100到150了。But back to those days 他们没有那么便宜 I think like maybe 一个300块500块600块是非常贵的。 So 那时候我只是拍几张照片 for 几个 product for website listing 罢了，我用几千块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很 limit。 product 方面也是出很多问题，因为还小嘛，那时候年轻，我也是好像客人的一个眼睛这样去看，这个 supply 卖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我表面看起来一样， but 里面的细节它的 material 全部真是看不到了。所以我就吹，死了那么多问题那时候还卖了不少so 那边也解决了很多问题so product 方面也是问题，然后到运输方面，因为以前运输是很贵的，因为现在因为有这个 online presence 的东西很多了，所以一定 Lazada Shopee 然后很多那种 courier company 他们进来they send all the bulk things right in 很 better rate， 好像现在我们现在那个箱子可能是40-50块的事情，以前是没有，以前是60-70-80块，或者分分钟太大，他们连我们连courier 都没有 courier 那种，所以是一个很 big 的 challenge。有没有某一个错误的决策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是有一个到现在我还记得，是在我们 MCO 我没有记得是一定是2021年我记得的时候是那时那个 courier 是那时我是寄一个箱子比较大个的，他就一个箱子 OK 啦，开这点关键你把我送掉其实他们是不给，他就没有跟我讲嘛，我又不知道了，所以 OK on 所以我有maybe 可能那时我记得应该是40多到50多箱了，蛮大个的，要出嘛我就一天里面出，就早上我叫一个 lorry 拿上去的时候，他盘完笑还跟我讲他不收，你知道没有？我直接傻掉，我直接整个人崩溃，我还记得我差点要哭了，整40多个箱，我看着那个 warehouse 讲不能收，他叫我今天里面要拿回去，我也不懂我要放哪里，因为我们 warehouse那时候我记得我租一个小一个家，因为那种housing area， 那时候在起步嘛，位不很多，我把 back 起来的时候，那个位有很多是根本是塞不到，我也崩溃掉，我不知道要放哪里，全部东西。那时候我记得真的是很难过。I think that's this way the first time 我逼我自己去有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去解决
因为以前我们还没有 start 生意的时候嘛，很多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还在 college 的时候，可能有问题去睡觉先，maybe 去玩先到时才慢慢想。因为这种 assignment 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嘛，来真是慢慢可以想。But when comes to business 不是尤其是你一个人 start，就你不去解决把那个货别人丢掉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一直要去逼了，怎么办？So哎呀，那时真的是很崩溃，一个人这样去裁掉来 packaging， 全部这样重新再 back 过这样子然后客人又在催，那时候哇，真的是很nightmare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一个人吧，那个时候。一个人吧。我还记得我我的一个 expander 收2条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想，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那时真的是 that time 真是没有可能去送那种大件的东西，你真的是要去想怎样办。我也忘记那时怎么办，一定可能我们拆小它，然后再包裹我没有记错，好像是这样。而且那些箱子是因为他们寄了2轮一直丢来丢去，那箱子也坏了，里面的东西也坏了，一些东西，所以很头痛，很辛苦But 现在想回去，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experience 啦。这个我到今天我还记得，这是一个很nightmare的一个，也是那一天开始逼到自己去开始另外一个 stage 的时候了。所以做 decision 要比较小心一点。做 decision 会比较想很多方面一点，因为以前年轻嘛，还有那个野心嘛，想去就去去了一撞了墙壁，一直撞 OK surrender，是时候看清楚一些东西，去做一些东西这样。那么 Ben 你是97年对吗？97年，这样你看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创业的时候，你觉得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他们最大的误区是什么？I see most of 我的身边人一定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有野心是好了，但是野心了带了眼红上去就是 let's say 可能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做的 ，but 他们就 overconfident， 可是赚到钱了嘛，赚到钱就很有野心，你就太有信心。当你太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去 tends to do something that might not good for you 了，然后可能你会跌到很惨因为我就是一个 example 了。Reach the point， I think like back to 2 years ago， 我们是很成功，很厉害。那时候 I think 我们算是已经达到 reach 到8位数，我们是最巅峰的时候，最厉害。那很有钱嘛，然后就like想乱去发展这样以为这样子发展一定是对的 ，but 撞到墙壁了。For advice for young people， I think 可能需要听一些老一辈讲的东西，不需要mentor 特地给钱去给 mentor，but I think 需要去接触一下比较有经验、比较有老一点的东西比较有老一点年纪的生意人 for advice 年轻人有年轻人现在做生意方法 ，but the formula, the framework, right, is always the same one. One of the example we say like the cap. Let's say 卖椅子的 cap 就是这样，可能 let's say 你卖椅子的 cap 就可能就是只是1 million cap. You cannot do more than that already. The market demand is there. 你 supply more than that， 你死吧。就是你到最后一句话卖不出了，到时你会有很多问题以前我也是这样，好像我的就是老行业了，有几个他们也是一开始是出名椅子，我就一直以为年轻时候以为他们只是卖椅子吧，其实不是。后面看他们久，其实他们不是只是卖椅子，他们有做别的东西。好像我其中一个老行业 very interesting， 他是出名卖椅子but他是后面他是专做 engineering， 他做 engineering service like 那种renovation advice或那种可能 mechanical 的那种 placement 的东西 for 那种大公司。这个是他们的习惯，他们会跟你讲，他们表面上就是给你看，我卖椅子 ，but actually 后面他其实不卖。所以你 try to like 很硬跟他们去 compete 的时候，你 compete 不到东西出来，就是 like what is it？Then you slowly realize actually 不只是卖椅子那么简单。Same goes to other business， 他有时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东西这样简单。Yeah，so there's always a thing you have to like stand up, like what you're famous for, but behind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that what really sustain you and what really give you profit。Yeah, that's the thing. I think 这个东西令年轻人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啦。就是他后面需要有一个更能够 sustainable 一个 business model。对，可能你一开始你起步的时候，let's say 可能你好像 let's say 我卖椅子的时候，卖椅子是我的这个最主打的东西，但是我不能靠它去活一辈子。做生意嘛，都是没有一个永远一直在一个位置的东西，我们都是一直要跟着 evolve， 不能停留，一直要改变。even though 现在我们卖椅子都好，我们没有只是卖一个孔，一直在 upgrade。
我们每一个 quarter 我们都会出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每出东西我们会在我们的 current product 去改良它，跟这个 customer 的 feedback， 可能 let's say 因为这个 unpad 不是讲很好用，用久了可能会裂掉 ，OK 我们换就是 current existing 的那东西一直在换keep improving， but 同时那东西 improving is just there, you can't go anywhere already. We need to look for other things else. 本来我看你们 serve 过很多比较 reputable 的一些 business 这样其实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你们呢？ I think 我们第一个比较出名的这个 supermarket 啦 ，I think 整个马来西亚有几千个 outlet 的OK 是一个 supermarket 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选我来，一定可能 branding 关系还是什么啦，慢慢切上来，so 他就给我们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没有机会的，是他要1000多张的 workstation 嘛，所以那时我们还很小吧，都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啦。他们这样大公司，然后他们也会去选我们我们就随便过爽吧，然后去做了。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很多，他们又要改这个改那个 ，OK 咯，随便改了，我们就当 entertain 他不好啦。可是客人来我们没有理由来不要去理他嘛，是怎样都是要去做一个 service 的。所以就favor them 他们要改这个，这个 unpad 我要换这个东西，这个脚不需要，我要换 demo 换一下。个礼拜他讲 confirm， 我们就傻掉，然后 OK confirm 也没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这个 stock， 我们有这样多货嘞所以这个东西就开始慢慢来，是我们做了它过后。就开始可能他们员工，因为你们员工很多嘛，然后有些 resign， 有些进出，所以他们可能去别的公司，他们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可是我没有 exactly 去 ask how they find us，so 慢慢就一个 brand， 然后就另外一个 brand， 一个 brand，so 可能 I think 是2022 after 刚刚那个 MCO 完，应该是2022年尾这样的时候，那时就拿到一单大了，然后就第二年开始就有1-2个brand 介绍进来I think 大家都看到那个 DG 了，就是我们跟他 collab 了，就是他们 employees 他们有 special rate 啦so 他们买一直有 special discount， 然后 DG 有几千个他们 flagship store 啦，所以我们有摆他的 demo 在全部 flagship store。I think that's where we starting to climb into the corporate level there 了。once the penetrate 一间过后就越来越多人看到但是真的是更大的 corporate 我们还没有到了，因为更大的还有更大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吧，可能他们那边 corporate 他们要的东西是很不一样所以还没有摸完这个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maybe 像你讲好像你们的 sales 它也是 slowly 慢慢 pick up， 因为来这样子的一些客户他也是慢慢 build from 你的 reputation， 看到做得好他们才看到再做得好，它不是一步登天对，不是真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so 一些东西你可以可能一步登天，可能你抓到机会那些东西了。如果说一个要很长远的一条路，一定是没有所谓的一步登天的。因为我以前也年轻过，我也野过，我以为也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很穷的，我们以前一个月我们赶穷spend like cash like 100千这样子 just for marketing 很穷我们 but 穷了到最后我们才 realize 就是敲了一个很大的墙壁 actually有些东西是穷不到，你要慢慢来做上去，就是要时间给人家去明白你的 product， 慢慢来给一个人嘴巴传嘴巴。你 marketing 你这样 spam 用穷你给人家看到是看到不了 ，sometimes it's not gonna help you。所以I think 这个东西年轻人真是需要知道一下啦，因为我们年轻人嘛都是要快但是这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快到了。我也没有算很老了，我都算28岁，还算很年轻了，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候it's a piece of advice， 希望我们不会像撞这样大的墙壁是这样撞。我刚才你提到那个 marketing 那边可能是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就 keep on 打广告发广告像你刚才的说法是那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可以 work 的东西是吗？对，因为那 marketing 不单只是打广告是一部分let's say 可能你做 sponsor可能你做那种 videography for all the contents everything photo shoot 那些东西全部东西加起来都很多那个所以这个东西 maybe 说 branding 上还是 slowly 慢慢 build 回来。对，可能你说short term fast sales I think 可能可以，我相信也不会很大数嘛，你真是要很 shoot 很高，你就是要找到一个时机，我相信一定要有一个时机跟你对的 spending 那个东西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如果你说 branding 我觉得是一个长远路没有的走 shortcut 的啦。
定很多人都有讲这个东西吧，我也相信很多年轻人没有去听，全部都是要冲吧，就撞墙了就知道。撞墙了知道是这样啊，年轻人。like even though 我撞了墙I thought 可能我也知道，全部人知道，我也是看好像那种别的新的那种人 start up，我看他们做好没做一样的 mistake， like 有时候看到他们做的东西，好像看到我的米热这样子，看到他们的野心，看到他们的做风格，哇，好像看到我的镜子这样。它是一个必须要 go through 一个 journey 啦，你已经 experience 到你才会 realize 到，像你说。我也希望这不是一个必须要去 go through 的 journey， 我也希望人家可能他们有一个长辈啊 something 啊提点一下，提点，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然后我也没有长辈，我什么都没有，很多东西我自己去创，自己去明白so 听大人讲的话不要这样固执，这样眼红，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子。But of course 如果你做到是好了 but you know 9 out of 10 of time 可能是不对的，因为 business is about sometimes try luck， 没有对错的东西的嘛。自己要想清楚了。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是在 branding 嘛，这样在品牌差异化这一块，你们是怎样去做的呢？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是 differentiate 很清楚了。like before 我有办那些东西，我就是要做一个affordable and good quality chair。Of course 现在呢，我们是做 affordable high end chair。Of course 我们也有 affordable， but most 我们的 best seller 全部都是 high end product。So now we are affordable high end。But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 affordable。我们要 like 全部 Malaysia at least 可以 experience 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那么椅子。在他们的家哪里都有一个好的椅子做。因为以前 I think when 这个 ergonomic chairs right 这个人体工学椅 before 也是 back to before MCO 了，还没有很出名的时候，是不是 I think 中国进来的也是很少，是因为现在我们打出名了。说实话 I think 了这个马来西亚市场这ergonomic椅子的这个声音可以打那么响，是因为是我们打出来，所以才会有人家会这样带进来。So back to before that 的时候，当他们中国人没有很多人去进来去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有那种 existing brand 那种美国 brand， 所以一张椅子是很贵的，是来5-6千块。Back to 5-7 years ago 是5-6千块，现在 I think inflation 全部算到来是7-8千没有错，非常贵非常贵but 我做椅子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东西是不需要那么贵，所以我们就进来了，就来带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local 的一个affordable 的一个 ergonomic chair， 同时我们的手工又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的东西出来因为我们不是想要去做偷工减料，不是说你卖的价钱我做到比你更便宜by偷工减料， but not we want to provide things that similar or better but at an affordable price。这是我们从以前开始到现在的一个 motto 来的。很多人就觉得卖椅子罢了嘛，他们就这样子卖 but actually 很多细节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前面提到你们工厂是有20多年经验那个是我的一个板的啦，算是我的贵人啦。So 以他的20多年经验，知道哪一个材料是能用久，哪一个材料是好用的然后就是我们做的时候那个感觉I think 这个感觉是蛮重要的，蛮惊艳。可能我做了一个10年，可能我觉得这样子做对吧？他做了20年，他 try 了很多全世界的东西，所以他很有经验，知道亚洲人的做法是这样，然后中东人的做法是这样，然后西方的做法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 let's say 好像我们亚洲人人体比较小，而且亚洲人他们不喜欢做这样子，他们比较喜欢做这样躺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跟着好像 local 人的那个喜欢做法了。好像我们别说亚洲那么 broad 了，我们先说中国人跟 local 人做法。中国人他们是习惯睡午觉，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做一些椅子底上会比较容易躺，比较好躺，甚至他们下面会有一个 footstool 出来给你很容易睡觉。But Malaysian 人他们是没有这样习惯去有这种睡午觉在 corporate， 我们没有看过一个 corporate 睡午觉的说法。So 他们的椅子做法会比较是直一点，比较 ergonomic 一点，真的是我直这样做是不会让我会有背后酸这种这样子的问题，这是他们要的要求所以不一样的要求了，所以我们要去明白这东西吧。很多人就是没有人去明白，就我看到椅子，我去中国去找上面一样东西这样去买吧，很多都是这样子了，我所看到
反正不明白就是这一边了，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哦，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可能外面看起来哦，好像是很对对 premium 对很好，做起来5年10年做下来可能对就不一样对感觉。甚至你做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好像那个网我也看到市场有一些就几个卖的那个以前网跟我们表面看起来吧，但是我去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它的那个网的 texture 是比较粗的，因为它减少了1层，我们是3层网嘛，它可能2层，有可能1层，我也不知道他们扣多少。外行人看不出哦。对对，很多外人看不出，所以很多人就是以为，哎，你这东西卖这样贵，我去中国进来买就算了。我就说 OK 了，我这边你喜欢的我也阻止不了你，真的是会有很多细节。当他们做久了，哎呦，这个东西又摇啦，那个东西又松啦，这东西又断掉了，怎么办？没有人去帮你解决的问题了。这个你叫中国去帮你解决，我也不敢想要去帮你解决，很多因素啦，我也不能要讲一个个这样去解释给客人听。所以 I think now is the best time， like 可以跟他们讲那个分别了。这些可能座位都好了，我们不要讲到网了，座位的 cushion 啊，可能那个 cushion 那个 mold injection right 也是可能要注射100%，就好像我们冰一样，我们要放满满水，它会这样满嘛。但是中国他们又要偷工减料，maybe 可能他们要偷工减料是，他不要注射满，他放空气进去，给它看起来满所以就做起来他们就感觉诶。这么也是名字是一样，就是 material 名字那些可能 model 后面是一样，不为什么做电的感觉不要也这么做久了会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原理，也可以一样东西，但是你们也可以偷工减料很多东西，所以很多细节在里面呢，也是因为我们也是比较贵，我们全部东西是选到最好的，最没有偷工减料的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贵的也是算很公道了，在那个东西，可能我们这东西卖1900块吧，可能外面人家卖2000多这样easily 这是一定的。像 Ben 呢，像你在你的生意里面，你是怎样去运用杠杆呢？怎样去运用 leverage？ 其实这个 leverage 在引人脉方面，在生意其实也没有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没有说可能你要去 join 一个member or something， so 你可以 like special entry for 这些很厉害的人脉这些东西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些东西说要给你钱的这些东西进去了，也分分钟不是你要的东西。其实真的是要一个好的人脉去帮助到你的生意，maybe 可能有跟你生意有关系的是来去那1-2个人罢了。我也没有说一个很大的秘诀，因为我本身是比较 introvert 的人所以当我要去人脉的时候，我就逼我自己去跟人讲话，也没有说讲去特地去跟他们很好的 energy 这样，就 just be yourself 咯。当那个人脉真是这个人会适合你的时候，就是必须他也跟你 OK 的时候，就是你们自然会 connect 在一起。你们不需要去做这样多东西，不需要去他们所谓说哇，你要去这种club或 anything或都是 like special entry其实是没有。For me I think 可能我还没有到something了，我是没有所谓这样的东西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出去外面我们对人so I think 礼貌方面跟自己的性格方面也是要做得很好了。I think who knows 你突然间你遇到一个 stranger， 可能未来是你的贵人or something， so 这个东西我也是我是 keep 着这样子做了，也不突然间这样遇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些人在我生意上，现在一起合作也有帮助到我生意上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可以说我 leverage 到的人脉了没有说一个很大的秘诀了。I think 你人的性格本身自己做好，我相信 in time right 真的是你需要的人或者是管理低的人，他们会慢慢会来的。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先搞好自己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自己都搞不好，你就去外面去见人，我相信那人看到你这样的，他对你不好的印象，你去到那里认识多少人，我也相信你也得不到什么人脉，也 leverage 不到 anything about that 了。可是人嘛，大家都是有 emotion 的，大家都是在说印象。好像你这样子的印象都做到那么不好了，我以后怎么去靠你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东西？自己的性格要去先做好先所以性格做好了 leverage 这些东西I don't think is a very big issue 慢慢来还会过来的。I think Ben 这个是 part of 你的 philosophy 不管是在你做 product 上或者做人上，开始对慢慢去 accumulate 的东西。对，现在以前的时候是野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冲现在够了，不能再冲了。像 Ben 像你一开始做到现在的规模，你觉得你做对了哪几件事情I think 我做对的就是放下以前年轻我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跟宽容，因为以前年轻嘛，
就很头大，就觉得我觉得对就对了，看的东西其实很少啊，就是年轻人那种野心，有那种 ego 啊，这是我觉得这进来我做的最大的东西，我放下了这些东西。当我放下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更舒服，然后我也对看人的那个观念也比较正面一点，看生意也比较清楚一点啊，一定这是我做到最大的一个 achievement 啊。当然，这个东西也帮助了我的生意不少东西吧。这个东西生意好是从哪里来？就是从人的本身的性格来了啊。我相信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这个 brand 的它的 operation 它的应用方式，跟他对客人的方式，其实是 reflect 我那个 founder 那个老板的性格的。我很相信是这个东西，所以当我改的时候，我也看到我的公司的那个角度做法，全部东西也在改着。必须是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我觉得做到蛮成功的啦。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成功是这一样东西了。So when you shift in terms of 你的 personality， 你对待事情的态度了，你看到生意也开始转变了。对，你态度好，你自然在生意的做法也比较好，自然生意的运用好，你自然你的休息会比较好。像 Ben 呢，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个人啊。其实从小啦，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同龄人，比如你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小学、中学这样，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还在发育，这也没有想那么多了。一定是到就是差不多中学毕业开始做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只要努力，我相信是可以做。因为我就是有很多 barrier，就是我们从穷的家庭出来，说穷的家庭是我们那一代了，我那一代就不鼓励去做生意，因为做生意危险。因为他们习惯了做稳定工作，他们看到做生意，等下你突然间倒，突然间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去 start 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多挑战的，同时我也要很好的这个 mentor 去对抗我的家人呀，所以这个是蛮大的 challenge 啊。But 不一样的是，我就是觉得，总之有付出，我觉得总有一天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出来的，but 有些人是觉得我好像做的东西是很浪费时间，想太多了所以我相信 when you have a dream, right, you just have to make it 了。当然你不要去找那种很不现实的东西了。I think 如果你坚持的话，总有一天是会做到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以前就是从最穷那一个做一些东西，是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可能的东西，因为那一代真是没有人会觉得好的时候是 official gonna make you make money， 真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做到了。So 这个是 piece of advice 很多东西其实 take time，take time，因为市场对你们的 brand 的看法，或者是你讲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一些在于朋友上，或者是整个市场来讲啦，他可能 take time to recognize 要 recognize 你的付出，去 acknowledge 你。对，I think not just my brand， I think 每个人都好了，每个人都要要有这个时间去 recognize。所以 I think branding 是一个没有所谓的shortcut了，真的是要慢慢做上来，有很大的坚持。那么一路上一路走来你有经历过最大的低谷是什么？最大的低谷I think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性格咯，因为突然间叫你去改变一个你这样子的性格跟你的生活态度，是一个 I think 是蛮大的压力啊。就是 totally kill the old self and remake a new self， 那段时间真的是蛮辛苦下的。什么让你改变呢？那时也是因为生意也不是做到很好，那时就是做得太巅峰了，然后就撞到墙壁，也亏了不少钱啊，多到真是要逼自己去改变那种。我觉得这个 process right from 你最高跌下来的那个 process right， 是还痛苦还辛苦过你从零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家里穷嘛，我们带着态度就是不怕饿死，只怕做不够多。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是很肯去做的，很能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要出很多力，要出很多 effort。But of course 是有 stress financial 问题啦，因为 startup 嘛，很多 financial obstacles 这些东西。But not as stress as 现在突然间你有的东西我跟你拿完掉，所以你现在要在这个状况爬回起来，哇，那是最辛苦的东西。所以 I think 很多那种F&B 尤其是 cafe 或者是那种以前 hype 下来然后突然间倒下来，看到蛮多的都是倒了，真的是很难站回起来，因为那个 process 真的是很辛苦。可是
it's not just challenge you how to solve this business problem, but 你自己的人格你也是要去改变，所以一定是很辛苦。Do you mind sharing 那个时候是从巅峰怎样会 collapse 下来呢？可是我们赚很多钱嘛，所以我们觉得开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就开一下子开，也不会开很多啦，就开多了几间。But 当时开多了，就是所谓我们到那个 cap， 就到那边就是在那边了，你开多都没有用，所以开多了又不赚钱哦。所以你开店是这样子的嘛，你开了你的本钱那 capital for 装修单，that's it。But 下个月开始你亏钱的话，你的租金是这样亏哦。所以它是连着性这样一直这样下下去，所以它会到的 point 它会爆炸哦。你会要在很短时间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很辛苦。哇，真是蛮崩溃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要用很多的那个精神跟能力去爬回起来。所以如果你说比起辛苦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辛苦过起步的时候。起步是不难因为你肯出力，总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个是你出力跟出钱都分分钟都解决不到问题，你真的是要，我也不懂怎样度过，就somehow真的是要挨着去了。这个算是一个很 costly 的一个 decision 了。Not just costly, but 有 confidence 有 confidence confidence 也是因为你已经到最堕落的事情。当你人是最堕落的时候，你人就没有 confidence， 全部东西就看到很负面。当你又缺到这个东西，你又不能把你自己放到最低，你又要把你自己提高起来，提高起来你又没有这能力提高起来，所以很多东西很难去 balance 到啊。所以你当跌到这个东西，真是很多东西是要去解决，不是很难，我觉得是很难。那个时候会有 self doubt 吗？那差一点想自杀的嘛，那时候，那时真是很惨的那时候。所以度过了，所以还是算一过天晴。所以I think我说为什么年轻人不要太冲。I think at least like 听一下老人言啊，至少你真的是可以走少了很多冤枉路好像我们这种出生什么都没有，真的是要去撞墙壁去学是一个很好的 lesson。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lesson like build my character and everything， but 我觉得不值得去走了。我觉得如果有人去领导，有人去教你，这个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做，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了虽然是说这个是很好的 lesson， I think 这个 lesson 让我去看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比以前我看到我现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强了很多。But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走这冤枉路太痛了这个So 年轻人不要太冲。可能时候在某些时候可能刚好如果学一个 advice 如果刚好有那个 advice 可能可以帮到。对 I think 最重要年轻人知道，当你去到最巅峰的时候which 你开始觉得很多东西我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Because when the people say the devils will ignore you when you're doing the wrong thing， 所以当你开始做到最错的时候是which is 很多人觉得全部人 support 你，表面 support 你，就是可能是你到了你最眼红的时候，你要开始小心了一眼红了你就 overconfident， 很多东西你就会开始做错因为我们就是经历到最大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是开店这样简单，开店只是 part of it， 很多东西是我们以前觉得能做的东西一直在做着，所以是它一次过全部累积变成一个大炸弹。年轻人就算只是再有 potential 都好，当他失控了的时候再有潜能再厉害都没有用，总有一天都是会倒塌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爬回起来没有，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question。 要重新再 pick up 自己，重新 pick up 自己真的很辛苦，因为突然间把你有东西就像顺手一样拿走，这样是真的是很辛苦。然后突然间是 let's say 可能你有车可以驾车，突然间我跟你讲你没有车，你要去走一个30km 的路，这样子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把你这样走下你会开始越来越明白人生，开始提升自己这样子所以it's a good journey but I don't think it's a worth journey 那么 Ben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讲创业初期的时候你不知道 maybe 在这1-2年你才开始领悟的吗？不知道很多东西，很多不知道才慢慢知道我这一个东西 I think is quite worth sharing competition right？ Let's say 可能 let's say 买椅子的也有几个， but 我们是 let's say 我们是在真的是我们是竞争者了， but
一样东西哦，你竞争的 point 哦，你不要忘记到只是丢价钱哦，maybe 可能你丢一样东西这样吧，你要知道哦，每个 business 都有一个 niche 的。好像 let's say 可能我 let's say 我现在做新的东西，可能这种renovation ID works 是不是？我到最后是不是我不能去吃到可能一个人的 market？I don't know maybe 可能要做很大规模，像 Grab 这种很 aggressive 这样可能才可以吃到 market。But 如果你不是那种这样大的那种 business，right？I don't think 你可以这样子说，诶，我肯做，我可以跟他做一样东西，你可以吃到 market。他们有他们的 niche 的，他们有一个 secret recipe，你看不到，他们分分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这样子 secret recipe。所以你做你自己的生意好，是不是？你 make sure 你自己的 secret recipe 是，就是你在 hold 着把握着，你不要去因为看到有竞争者这样啊，你丢价钱，你忘记了你的最重要的东西啊。let's say 可能我们的我不要说一个这样复杂的东西了，我们的椅子我们就是专注在 details， 这是我们的one of the secret recipe 啊。所以我们在竞争都好，可能 let's say 我们要去 compete 它，我们要去丢价好，我们也没有说丢价，因为我们是专做 quality 啊，所以我们 let's say 我们只是有一天我们去丢价的话，我们的 make sure 我们的那个 quality 我们的 material 全部东西还是很好的，我们不会为了它去可能偷工减料，可能去用不好 material。我相信每个公司它都有一个 niche， 好像 let's say 可能我卖we do 这个 solid wood slab， 然后可能别人有做可能他们别人的 wood slab 可能他们的design 他们 marketing 他们的一些 aesthetic 比较美，这些东西是他们的 secret recipe， 我们是永远吃不到 market， 最多是能 compete 它一个 10 to 20% 罢了除非他有一天突然间他改变他的想法something then 可能是客人 switch 过来。So 这个东西learn 到就是公司 competition right， you make sure you have your secret recipe within yourself and have a good stance on it， 这是 I think 是蛮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乱了嘛，因为行情不好就丢价全部东西忘了自己的一个他们的 core。因为我有一个同行啦，以前我是看他很偶像的现在他已经是大家都是平等了啦，算他慢慢下来是因为他为了要去跟我竞争，是不是他放弃了他自己的 core value，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那个 branding 是慢慢放到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这就是他做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上去这马下这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当你 compete 的时候you make sure你的 core value 在那边。我觉得你这个你讲得很好，因为很多时候市场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你这个 niche，你的 core。对。那 sometimes 如果你是为了讲说要模仿其他人或者要去 compete 你可能 lose focus 你忘记了。对。然后可能两头不到岸了，你又做不到人家的擅长的地方，你自己擅长的地方你又失去了市场的信心，这样讲，哎呀，他已经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了。因为他们压力嘛，当人压力一下子想的东西不是很清楚，他就说，哎呦，他影响了我要怎么办？第一个东西就想到价钱先所以我们一丢到习惯了就忘记掉了所以做生意有时不能只是这样看一个东西，说一个东西发生了，你 step back， 远远这样看一下整个东西，慢慢来去解决。总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我相信。我解决一个那么大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东西是解决不了，一定会有一个出路的不要放弃 and think properly。分分钟人家的公司的他们的那个 core value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了，他们就做久了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东西吧，客人就 support 因为有这个东西很奇怪的时候这是一个东西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去规模别的东西嘛，好像不单只是椅子，所以当我们 compete 的时候，我们才慢慢发现说，这么 compete 那样子，我们 try 那么辛苦but 就是catch 不到他们那个我们要的那个人的 market， 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原因，慢慢还觉得，然后我们 refer 去中国人那种中国商业那种其他那种游客要慢慢小 start up 出来but他们到最后还是会选我们 ，of course 他们会有可能 maybe 10 to 20%， 他们会 because of price issue 他们会去 ，but most of it 回来我们，因为我们的 core value 就是在这一边，所以 core value 蛮重要的。这个很好，但是我想回去一下，刚才你提到一个 but 我觉得蛮好的，是 when it reminds me of when 我们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 ，sometimes 这个是 Exabytes 老板他 sharing China， 他讲你在走的时候，你慢慢走，很多时候就有一些机会市场机会，因为你的 competitor make mistake， 他踢到石头，对所以可能你就keep 着做这对事，慢慢的人家开始踢石头，他可能想要抄你，想要跟你 compete，他开始 lose out 他的 stance，
他跌倒你就有机会上去。对对对，他们所谓的有人栽就会有人扶。哦，这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生意蛮现实的一个道理啊。我是需要一定的 patience 啊。对对对，我这样刚刚我其实有一个同行，就是他就是一个 example 咯，他就是为了要竞争我，他就是丢价，他落下他的 value，就是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错误，我才会上到来。我也不要mention下名了，我不想给他知道的。我现在知道那个问题，才过来。不要了。那么 Ben， 你可以分享一些关于你在经营生意上的一些你的 philosophy 吗？ philosophy 啊，我们不要去说，因为for business 啦，I just say for personal, because personal yourself reflect to your own business, right? I think 一样东西中庸之道啊，那个这句话啦，一句话就是当你去到太高的时候，你要记得拉你下来；当你去到最低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推你上来。这是赵永发的讲一句话，我很时常跟凯维就是这样看回去他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Keep the balance in everything。你太高的时候，你就 overconfident 你就很 ego，you will make mistake。你太低的时候，你就很没有 confident， 看的东西很负面，很怕，很多东西不敢做。我们做生意也是要小心吧，同时我们也是要先说敢嘛，你要敢做一些东西，对一些东西信心，才可以做到成绩出来。你不敢，你这样输这样输，你是没有可能会有今天的。所以你要 balance this thing 啦。So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用。So this is the word I would give anyone 啦。可能是在好像Ben 你刚才例子就是你在很 down 的时候，可能你站得太前，你觉得没有希望啊。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你 obstacle， 但你很成功的时候，你觉得太顺利了，你也是站到太 overconfident 的地方，你看不到问题，要拉出来看。对，所以you have to balance everything， 要很 rational。可是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都有 emotion， 当我们最低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hormone 就会 kicks in when give you all the negativity and you have to challenge it 啦。所以你最高的时候，那些another hormones that kicks in， so 因为你自己的理智要控制到很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随着我理智不够强，所以才搞到我会有跌倒的一天。所以他跌倒的时候，才是建立理智的那一天，才会有今天。So 还有可能他们说是一个举例吧，很痛哦。上来就是可能被emotion 啊。driven by emotion 对，人都是 emotion， 不能去做理智的 decision 啊。对，也不能怪人啊。如果他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做这样 mistake， 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人，人都会做错啦，没有办法啦。只是希望他们会去听，不要这样凶。我也希望当初是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跟我讲吧，那是算了。那么 Ben， 有没有什么一些习惯啊？你觉得对你特别有帮助吗？那些在工作方面我会 tends to 穿到比较老一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太年轻，我觉得自己感觉上给人家一个不够经验的感觉，所以我会 tends to 穿到比较老一点，然后会做一些比较昂个一点的 pattern。所以就来 game， 我的客人全部老，是30-40岁一类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比较 high end 嘛，然后也比较 more on renovation side， 所以是比较 more on middle to older age， 比较少年轻人，所以要给他们信心，就是我觉得是第一个 impression 就是要这样子了。So 我会做到比较会这样子的性格 to build 这个性格来，我自己私人生活也是要 practice 嘛，变成这样。所以就慢慢做到这样我自己的本性都已经变到这样了eventually 就变到这样了。这是我其中一个性格吧。一个是看你自己的生意啦，如果你的生意是more年轻人，当然你要跟到年轻人的 vibe 啦，你没有理由做在不一样。年轻人讲搭配我的是比较老一辈的时候，我就会跟到比较老一派的这个习惯。看你的 business， 你 meet 的人是哪一个圈子啦？对，这样的人要 try to 去。对，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要去 cafe 那种东西那种才配得到年轻人嘛。现在是来去狗逼店了，然后就看到 cafe 就跟我女朋友去 cafe 看到 cafe 10多块，哇，10多块一个 cafe， 一个 coffee， 那你喝得起就慢慢会有这样子的以前老习就是昂个习惯，就来我们喝惯了2块钱3块钱的 coffee， 突然间一个10多块，哇，很难去接受。你把这个思想融进你生活，已经原本就要当这个 practice 慢慢来就变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出来了。那么 Ben， 你本身有看书的习惯吗？我没有看书，因为我看书很差，看字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我读书也本身没有那么好了，所以17岁就要去打工钉椅子，全部东西做这种手艺的东西所以是自己去经验听老一辈的 advice 那些比较多通常我 how I gain experience 这些东西，我是神也是自己一个 experience 听人家 advice， 因为我是打 golf 嘛，所以打 golf 全部都是40-50岁那些，所以我是这样 blend 进去就做那种安干个 pattern 那样 that's how I blend in 就听他们的 advice 那些东西咯我是从这样子来吸取经验那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去听一个亲自体验的人跟自己去体验，我觉得是一个好的 lesson。我是本身 personally 我是觉得这样自己去体验，我觉得是会更好。可是有时好像你自己去体验了，你自己也会去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你听人讲你是听不了嘛你自己体验你就知道，喂，这个东西真的是会有感觉，可能会痛真的是可能会对你有不一样的 feeling everything blends together， 你会更容易去明白一些东西就好像说，好像那些我的做的那种坑那些东西我自己去 experience 嘛，我自己去经验，所以我会跟我讲，我打死我都不会再回去那个位置了。我会对我自己特别谨慎 ，make sure 我自己做的东西，我 make sure 我很理智做的东西，因为我经历的东西，比起如果我这样跟一个人讲的话，就听这样吧 ，but he don't feel it，he just know 你 acknowledge 你 ，he don't feel it，so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虽然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对，but你对你自己的提醒是不一样的。Anyway， 你讲的 advice，你觉得有没有某个 advice 对你影响特别大的吗？我的师爷就我师父了跟我讲一句，有时做不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做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对你不好的事，所以不要去为这样固执maybe 一直在想回去很伤心一些东西 when 你做不到一些东西。So 一个 example 就是我做一个 project 是因为我是比较冲那一种嘛，所以可能这个 project 是需要markup 特别高，maybe 要做比较高的 value， 我觉得不用那么高，因为我要做quantity嘛，所以我就放比较便宜是便宜吧，拿到了啦，我问题就很多可能那个 size 做不对那东西回去要重新做过，好像变到差不多即将要去亏本生意这样所以这东西是我蛮不错的外在说，也对自己也放过了自己，当一些东西做不成的时候，跟自己讲回这句话了因为我们人拿不到我们要的东西，怎样都是会有不好的感觉的嘛所以用这句话来跟回自己讲，不要那么生气也就是过不去自己，是不是放过自己也可能不是坏事了对对对，相信每样东西做不到有一个原因的so let it go Ben， 像你前面提到，就是你来自一个清寒的家庭就是家庭比较贫穷一点，开始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么其实你觉得一个人改变命运的关键在于什么呢？ mental 很重要，你有能力你的 mental 你 handle 不到你很难走出来这个圈。因为你看在一个为什么你看他们说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因为有钱人的孩子是不是他们教养他怎么做生意，怎样去投资钱，所以他们是会越来越有钱。在我们这种比较平凡的家庭我们是说能省则省这些东西好像太好的东西不要去花，不要去想这是我比较平凡的生活所以我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你要去突然间去逃出来这个圈，就是必须你要做生意，你要去花钱，你要去用钱，你要去做不一样的东西 which is break their law already， 他们会很大反应，他们会用很多方法去阻止你的。所以他们阻止你的东西，他们也会用很不好的语气很不应该用的字那些东西会去压你，不要给你跑出来这个圈But of course 我也没有说去怪我的家人因为他们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出生是这样子。But to break their cycle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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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我要每天去听我爸爸讲这东西做不到，放弃了，每天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现在跟你讲你没有感觉吧？我 imagine 每天你回家是你最舒服的地方一个人一直这样跟你讲去放弃的东西是一个很辛苦的东西。I think 这东西是最大的挑战 for 如果from 一个比较平凡的家庭去创业，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已经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赞助，已经算了，慢慢可以赚出来。But 你要去面对你的那些周围的人，我觉得是很辛苦，所以 mentor 是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的圈子是不能 support 你那种 mentor，你可能要 break 出来。对啊。even though 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圈子就造成你这样的人，就好像你现在这样，你就是这样。如果你要逃这个圈，你就要 break 这个 cycle 去另外一个圈。我觉得这是很真啊，这一个。你周围的人学会，好像我现在周围人是比较安哥多，我就比较安哥一点啊。那么 Ben， 你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的思维吗？中庸之道了，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太高的时候自己要拉下来，太低的时候要想办法自己拉回上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 balance 不到了，我看到很多人 balance 不到 ，so sometimes they are making mistake which they don't even know。so 这个东西要很明白了，很基本吧，同时很重要，是一个基础，来你们都是你的基础吧，这个基础可以做很多东西来你的赚钱方式，你的运作方式，很多东西是很重要。很多人就是一直忘记了 basic， 他就说赚钱，怎样做这个去做这个，不，你的基础都没有在，都不是一个 secret recipe or anything， 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吧，就是一个基础。很多人就是觉得很 boring 嘛，不是很重要，就我们去 skip 掉 step， but actually 那个是最重要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不是重要的，后面慢慢来觉得，mentor 的基础很重要，控制你的理智看东西往远一点去看，不要东西发生了就这样对着看，看不到别的东西这些也很重要。mentor 我觉得是很重要，可以帮助你很多东西 ，not just in business but 你的个人观念都会变。那么 Ben 呢？就如果我们看马来西亚现在的大环境来讲，如果接下来2-3年呢，年轻人他们想要创业，你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市场缺口是 maybe 年轻人他们可以注意的吗？ I think 现在 market 真是差到，我也觉得你去做新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做新的东西都也很难啊。I think 如果的话，for 那种没有这样大野心的啦，我觉得现在是很好抽bullet的时候，去做一点钱抽bullet。当 when 时间到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去冲？把现在我看每一个都是做到很好了，全部都在 struggle 着，like 除非你做那种有 politics 关系的东西那种 steel 那种 raw materials 那种 I think OK 吧，那种是很大资本的东西。I don't think any startup 那种，我这种是没有可能会有机会进到，不要说进到踏进去那一步是没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要说那种没有可能的东西，我们说那种可能起步的东西暂时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做到很好了。最好的时间是先存子弹，存子弹很重要了。你没有子弹的话，你这样冲出来也不是死一样，倒是比你的原本的状况更惨。没有存子弹，机会来的时候也把握不到。对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多资本来人，所以到时候我们机会来说，我们也没有上到很高。说实话，我们拥有的东西可以上到能多少这样罢了可是我们不 strap 嘛，我们没有 investor， 我们都没有，到现在也没有，都没有。我们只是一个个这样自己踏上来所以 if you talk about the whole 10 years right, talk about margin right,我们真的是自己拿那个钱自己来给自己用真的不是很多，很多都是在 reinvest 而且你看那个厂都多少钱货我们囤3到6个月的 advance 那些货而且全部都是part一个一个零件不是那种一张一纸中国印进来的，中国印进来就很容易一箱子放在那边，到时有 order 你就装上。我们不是很多零件，很多 raw material 在那边，所以是很多钱一定是很好的存补的时间因为不止我讲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也在讲了，这是我看到的东西了，可能我看不到的东西， who knows something doing better， 我相信一些有东西还是做得好的，只是我暂时看不到了有的现在的看法了那么 Ben 最后了，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可能面对着人生重要的抉择，那么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你人生那些十字路口有4个方向嘛，每个方向都有一个结果的。当你选了那一个 of course 你当然要想清楚先before 你去了那个你就 all in 了，不要再去想这个我应该做这个，然后又吞下又这样去睡了会这样子做不到结果了。
要做一样好的东西，一定要 focus 在一样东西的，除非那个东西做好了，你才可以去做别的东西。因为你这样一直闪闪做哦，你自己也做到自己multitask，你自己也没有一个 specific goal 了啦。Of course， 你自己 don't have a satisfaction and everything because we have ourselves egoism and everything, right? Focus on one thing better. That one thing will give you much more benefits than the long journey.